你有冇發覺一件好古怪嘅事？有啲老人家70-80歲依然精神奕奕，日日笑口細視行出街，人人都讚佢面色紅潤。但有啲人先至剛過60出頭，睇落就老多10年，成日唉聲嘆氣，好似全世界都欠佢咁。兩個人明明年紀差唔多狀態，卻差天共地。我同你講，呢個當中嘅差距就藏喺60歲前後嗰幾人揀嘅路入面。按照老一輩嘅講法，過咗60呢道關口，真正令你晚年過得體面嘅唔係時時打點你個老伴，亦都唔係每日準時翻屋企嘅仔女，而係你自己只要做好3件事，呢3件事做得妥當，下半世過得舒舒服服，實實在在，真係好似神仙咁快活。如果做唔好，就算你有使唔使嘅錢，就算你將仔女栽培得幾好，晚年一樣捱苦，唔好過得我危言聳聽。你睇下身邊啲老人家，凡係晚年過得稱心如意嘅，全部都係偏呢個年紀做對咗幾件事，而晚年過得淒慘嘅唔係冇福氣，只係最緊要嘅時候行錯咗路。孔子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說話，60而耳順。乜嘢叫耳順？就係到咗60歲，聽到任何說話都聽得順耳，任何是非都可以一笑置之，內心安穩踏實。但你睇下身邊年過60嘅人有幾多個真正做得到？好多人過咗60之後，唔單止謀變得通透豁達，反而越活越扭齋。該教嘅戲越積越多，日子過得越來越唔順心。點解會咁？因為60歲係衍生一個好大嘅轉折點，如果冇做好相應準備，日子就會一日比一日難捱。上面藏住一個好緊要嘅道理，就係陰陽轉換。天地萬物有進必有退，有開必有合，有向外打拼嘅階段，就一定有收心靜養嘅時候。後生嗰陣向外搏殺係陽氣旺盛，理所當然。但到咗60歲就要開始收翻自己，呢個就係天道循環嘅規律，順住呢個規律行，一切都順暢。如果你硬係同個規律拗頸，日子只會越捱越難。好啦，今日我要講嘅3件事，每件都關乎你下半世能否安穩度過。聽得明白，記喺心入面，你後半世就穩陣。如果唔當一回事，將來嘅苦楚只能夠自己慢慢承受。第一件，善待自身，獻一套方法養身體。有人講過一句中肯說話，老人家要認老，呢句說話嘅意思就係到咗呢個歲數，千祈唔好用後生嗰套對待自己嘅身體，呢個係好多人犯嘅最大錯處。總是覺得自己仲好硬朗，仲可以圍夜養腳，好似年輕人咁胡亂糟蹋身體，結果身體一日比一日差，細病痛拖成大病，最後連行路都有困難。你要明白一個道理，人嘅身體好似一架車開走幾十年冇停，過到呢個年紀唔可以再好似開新車咁一腳油門踩到底，要換個溫和節奏，好好善待佢。你對佢溫柔，佢就蓋就服侍你；你粗暴糟蹋，卻隨時會半路拋低你。呢個道理好淺白，但偏偏好多人聽唔入本，總覺得自己未老仲撐得住，等到撐唔住嘅時候，一切都太遲。古人有一卦叫頤卦，頤就係養嘅意思，頤卦教我哋養得端正，福氣自然累積。如果養嘅方法錯，福氣就會慢慢流失。乜嘢先至係正確嘅養生之道？就係順應身體本身嘅節奏。你留意下身邊長壽有精神嘅老人家，佢哋有個共通點，作息極之規律，幾點起身，幾點食飯，幾點瞓覺，全部定得死死，從來唔會胡亂折騰打亂身體自然形成嘅紀律啦。就係順住生命本身嘅節奏生活，順住佢身體就舒服。成日攪亂作息，今日玩夜，聽日補覺，食飯又冇定時，身體自然會同你鬧脾氣。不過我同大家講一樣，好多人忽略嘅事，60歲之後真正影響健康嘅，唔係你食幾多補品，亦都唔完全睇你做幾多運動，最緊要係情緒。中醫有句說話，百病由心生，呢個心指嘅就係情緒。你發一次脾氣，肝就受損一次，怒火攻心，心臟就受累。成日焦慮，肺部都會受損。後生嗰陣復原力強，發完脾氣瞓一覺就平復，但到咗呢個年紀，一撈血壓即刻飆升，心跳急促，好耐都靜唔落嚟，仲會影響睡眠、血液、免疫力，細病拖成重病，重病拖到無法挽回。所以60歲之後，養生頭等大事就是養心。古人講形神合一，肉身同精神係一體，內心安穩，身體自然健康。內心成日波濤洶湧，食再多補品都係白費。好多人問我應該食咩補品，做咩運動，我話俾你知，呢啲全部次要，最緊要係學識令自己靜落嚟。我唔係叫你咩都唔做，而係停止無謂消耗。好多人攰，
并唔係做咗好多粗重功夫，而係心成日吊住樣樣都操心，操心一啲根本唔使你勞心嘅事，你操幾多無謂心，就耗幾多自身元氣。想身體變好，第一步就係唔好操閒心。仔女有仔女嘅際遇，你再操心都唔可以幫到你，外界嘅事只有其他人處理，你擔心亦都改變唔到分毫，你唯一可以掌控改變嘅只有你自己。照顧好自己已經是對所有人最大嘅幫忙。有一位8歲老人家，一時家境清貧，靠母親幫人洗衣維持家債，但佢堅持一個價觀幾十年，一日早起身作業，常年做基層工作，走出碗怪。但做早餐一定認真食，口味清淡，中意食番薯玉米。呢類粗糧唔飲酒唔抽煙，最大興趣就係睇書睇報紙。到18歲仲可以自己行路，自己翻書，仲會同老本鬥嘴講笑話。有人問佢長壽秘訣，佢擺擺手話冇特別秘方，只是做好自己本分。大家聽下呢個秘訣係咩？唔係名貴保本，亦都唔係高端運動，只是簡簡單單規矩矩，一日堅持良好作息習慣。呢位老人家嘅經歷話俾我哋知，養生其實好簡單，簡單到好多人唔信，但越簡單嘅事力量反而越大。仲有一點非常緊要重視身體發出個警示信號。60歲之後，身體有任何唔舒服，千祈唔好死頂，唔好覺得是細事就拖延，唔好怕麻煩人就硬歪，該睇醫生就去睇，該做檢查就去做。好多重病都係由細毛病拖出嚟，及早發現，及早調理醫治，身體先可以繼續安康。因為忍耐拖延到最後就太遲，仔女再孝順都睇唔到你身上嘅痛楚，老本再體貼亦都分擔唔到你肉身嘅難受。60歲之後，身體好先至係你唯一實實在在擁有嘅本錢，可以自理生活，先至係真正安穩。你試下諗，如果有一日行路，有人扶食飯，有人為沖涼，有人幫手，你內心會好受嗎？所以趁而家仲行得走得，好好珍惜自己身體，唔好等到遇唔到先至後悔。由今日開始好好食飯，好好瞓覺，閒時散下步，做一啲溫和清涼活動，唔使去跑馬拉松做劇烈運動。每日行半個鐘飲夠清水，多啲蔬菜，少油少鹽，呢啲簡單小事堅持做到，身體一定會回饋你。記住你個身體就係下半世最大本錢，本錢冇咗，再有幾多計劃都係空談。第一件，手揾銀包捐住屬於自己嘅底氣。講到錢，好多人會覺得做氣，但我今日同大家講句實在說話，人到晚年如果手頭上冇積蓄，嗰種滋味真係好難受。我唔係話錢萬能，但冇錢就萬萬不能。你試下試想，有日想食碗雲吞麵，仲要開口問仔女攞錢，你會唔會覺得莫名身體唔舒服，想去睇醫生，又驚醫藥費貴，硬住頭皮唔會想買件新衫，仲要同老伴解釋一大輪，內心會唔會委屈？呢啲事聽落好似好遙遠，一旦發生喺自己身上，就好似俾人20條頸咁壓抑。晚年嘅錢唔係睇多唔多，而係夠唔夠使，手頭充裕夠用。生活先踏實，先有尊嚴，唔需要大富大貴，但一定要有足夠積蓄，令自己隨心所欲，想食就食，想做就做，唔使睇人面色，唔使低頭翹眼。呢份自在就係金錢帶俾你實實在在個底氣。古人有一卦叫節卦，節就是節制有度嘅意思。節卦教我哋凡事要有分寸，該使就使，該慳就慳，使幾多留幾多，心中要有數。好多老人家晚年玩窮，並唔係後生賺得少，而係守唔住積蓄。有啲人一世大方，有少少積蓄就幫呢個幫嗰個後生幫，兄弟姊妹仲要幫朋友，都老種不停接濟他人，幫到最後其他人都過得滋潤，自己反而窮到連體便嘅錢都攞唔出。有人覺得幫人係善事，呢個諗法冇錯，但一定要量力而為，連自己都照顧唔好，要有咩能力去接濟別人。孟子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但大家要分清先後，先要安頓好自己，先至有餘力體恤其他人。如果為咗幫偉人搞到自己連兩餐都顧唔到，唔係狠心，只係害咗自己。仲有一類人更加危險，退休之後趁人諗住搏一把手頭，有少數退休金，聽人講有高回報項目，心鬱鬱想去投資，結果十有九輸。我經過好多同類事例，本身退休金夠用，日子安穩，聽人蠱惑買理財產品，投所謂穩賺項目，最後血本無歸，連醫藥費都冇，仲要開口問仔女資助你花幾淒涼。老子講過，知足者富，知止不殆，意思懂得知足就會真正富足，懂得適可而止，就唔會惹禍。到咗
到呢個歲數賺錢嘅階段已經過，先要基礎先至最重要，唔好在他們上賺更多，牢牢守住手上嘅心海上差。我建议各位60岁之后，恩情要分3份安放。第一，维持日常起居，对自己好少少，想食好少少，唔好过分憨。第二，预留健康开支，定期检查，身体不适就医，呢份钱绝对唔可以省。第三，留一笔应急现金不动，永远唔知几时会有突发状况。手頭上有備用錢，內上心智安定。至於形形色色嘅投資，聲稱天上啲航班嘅賺錢門路，一概唔好接受。你已經唔係後生虛弱，仲可以東山再起。呢個年紀輸唔起。仲有一點，好多人忽略，千祈唔好將全部基礎交俾仔女打理。有啲老人家太過信任仔女，將所有身家交晒出去，唔係話仔女人品唔好，但你要明白。仔女有自己一個小家庭，自己一個經濟壓力，錢全部交俾佢哋。一旦佢屋企遇上難關，那個基礎隨時會被挪用，到時想攞翻又攞唔到，自己又身無分文，左右為難，何苦呢？自己嘅錢自己保管，唔係自私，係對自己晚年負責，亦都係對全家負責。手頭上有錢，講說話都有底氣，荷包空空，連喘啖氣都要睇人面色，呢啲事好現實。你可能覺得唔會發生喺自己身上，但真係遇上後悔都太遲。你要記住，晚年金錢嘅意義完全唔同後生。後生賺錢係為咗打拼證明自己，60歲之後，錢唯一嘅作用就是令自己心安。你唔需要再向任何人證明自己，只需要用積蓄保護好晚年嘅自己。古人講求中道，唔偏唔倚，恰到好處，跟錢亦都一樣。積蓄太多容易招是非，日日有人嚟借錢，有水投機；太小叫日日當經手帕。內向點會安穩剛剛好夠用，先至係最佳狀態。你睇下，晚年過得書香嘅老人家唔一定係最有錢，但經濟一定穩定。佢哋清楚每月收入幾多，日常使費幾多，唔會為咗面子亂使某位錢，亦都唔會為咗貪小便宜委屈自己。呢種平衡就係最高深嘅人生智慧。古人話手有餘糧，心中不慌。到咗晚年先至體會到當中重量荷包有儲備心先定，荷包空空半點底氣都冇。所以60歲之後守穩自己嘅銀包就係守住自身尊嚴，係晚年最大保障。第三件重中之重，修好心性，先見決定晚年快樂。如果話身體係根基，基礎係保障，咁心態就係靈魂。一個人心境好唔好，直接決定晚年過得快唔快樂。身邊過得自在嘅老人家唔一定最有錢，亦都唔一定體魄最強健，但心境一定豁達。佢哋有個共同特質，凡事睇開放得低，唔會為小事大發雷霆，唔會人哋一句喊話就耿耿於懷，唔會想要拎住陳年舊戲折磨自己。佢哋好似流水一樣，任何環境都適應到，任何境遇都安然接受。呢種豁達唔係天生，係常年修養出嚟。人生起起落落，高低起伏，活到60歲，經歷過大風大浪，理應明白一件事，世上某某喜喜跨唔過。你以為天塌落來個大事，隔幾年回頭抬，根本微不足道。你覺得無法解決個難題，時間一到自然化解。所以凡事唔好太過較勁，放鬆少少，日子自然好過。但好多人偏偏做唔到呢個歲數，仲成日同人比較，比仔女前途，比屋企大小，比收入高低，比來比去，直到周身唔自在。人哋仔女揾份好工，你就嫌自己仔女冇出息；人哋換大屋，你就覺得自己一事冇用；人哋飛去旅行享受，你就哀嘆自己人生失敗。咁樣攀比，幾時先至會開心？莊子講：智人無己，聖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真正有大智慧嘅人就唔會摘錯自我，唔會追逐名利。活到呢個年紀仲同人攀比，純粹係同自己作對。學識顧好自己嘅生活就得，人哋有佢哋嘅際遇，你干預唔到，亦都無需理會，自己過得安穩舒心就已經足夠。仲有一樣，好多老人放唔低過往嘅恩怨情仇，幾十年前邊個得罪過你，邊個虧待過你，記住大本晒，到老仲介懷於心。你知唔知一直記仇受福嘅唔係對方，而係你自己。對方可能一早唔記得呢啲瑣事，等你自己死死攢住唔放，好似心口壓住塊大石，日日唔開心，放低怨恨即刻一身輕鬆，執着不放就一世受煎熬。放低對仔女嘅執念，佢哋有自己嘅人生，自己嘅選擇，你未必認同佢哋嘅做法，亦都希望佢哋聽從自己勸告，但要明白佢哋已經係成年人，有權決定自己嘅路。你越管得多，佢哋越反感，適當放手。
彼此关系反而融洽，抓太近，两代人都相互放低对未来嘅恐懼。見老、見病、見死、見孤單呢啲恐懼係人之常情，但唔好俾恐懼操控自己生活。該嚟嘅始終會嚟，見都冇用，聽唔見佢都依然會出現，唔會因為你害怕就延遲。既然無法躲避，不如放開懷抱，好好珍惜當下。今日有陽光就好好享受今日聽日嘅煩惱，留到聽日再處理呢，唔係逃避，是通透嘅智慧。有一位老畫家一時歷經波折，年輕時遇戰亂，中年處處碰壁，被人排擠住破舊小屋，旁人以為佢會消沉，但佢喺牆壁挖咗一扇大窗，窗外開滿繁花，春意盎然。佢講過一句俗話，真正嘅世界藏喺你內心，你心中常存春天，就算巨漏市，日日都係春天。那位老人家活到90幾歲，日日作畫，笑口常開。有人請教長壽秘訣，佢話凡事唔好太過執着，開開心心過日子，就得大家體會下相景嘅力量。心胸狹窄，細事都會變成心頭大石；心胸廣闊，天大難事都能化解。你個心有幾寬，你個世界就有幾大。古人講亢龍有悔，凡事去到頂峰就要懂得收，情緒都一樣，太過狂喜容易樂極生悲，長期悲氣損耗肉身，要維持情緒平衡，唔好走向極端。平和淡定呢，就是中庸之道。中庸唔係叫你冇喜怒哀樂，而係教你節制情緒，開心嘅時候盡情享受，但唔好得意忘形；難過嘅時候容許自己低落，但唔好沉溺其中無法自拔。情緒好似河水流動係正常，但唔好任由佢泛濫成災，亦都唔好抗衡壓抑，順住佢自然流轉，先會慢慢平復。仲有一個好多人忽略嘅優點，學識同自己和解。好多人情緒低落並唔係生活遭遇重大打擊，而是唔肯放過自己，甚至後悔過往，埋怨自己做得唔夠好，覺得當年唔夠努力，錯失良機。長期咁諗點會快樂？老子話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要認清自己，接納自己。你當年已經盡晒力，做得唔差。世上冇完美人生，每個人都有遺憾，有命運成個生運。接受呢個事實，內心先至真正放鬆，放過自己，先至可以獲得長久快樂。所以60歲之後，最重要嘅唔係擁有幾多物質，而係放低幾多執念。放得越多，人越輕鬆，越輕鬆越自在，越自在就越快樂。收尾總論講到呢度，好多人會覺得三件事你容易明，但做山好難。我同你講難唔難，只係睇你點樣諗。換個角度諗，其實一啲都唔難。養生唔需要做驚天動地嘅事，只係好好食飯，好好瞓覺，閒時散步，少積蓄。並唔係叫你做守財奴，只是理智啲，唔好亂借債亂投機，調心態唔需要即刻大徹大悟，只是凡事睇淡放鬆，唔好太過較真。每日做好少少，1個月就會見到轉變，唔需要一步到位，每日進步少少就得。古人有見卦，見就是循序漸進，慢慢來。凡事唔好心機一步，一腳印橫紋，先可以抵達心入面想要嘅境界。越心機越容易陷倒，慢雖然慢少少，但每一步都踏實。人生去到呢個階段，唔需要再同時間賽跑，要學習放慢腳步，穩穩當當過好每一日。有人會諗靠老本得唔得？老本固然重要，但唔好樣樣事都指望佢老本都年事已高，總有力不從心嘅一日。如果有一日佢自己都有人照顧你，又可以依靠邊個？所以最可靠嘅始終係你自己，身體硬朗唔使人服侍，手頭有錢唔使睇人面色，心境開朗唔使人嗨解，自己成為自己嘅靠山，仲有咩好擔心？亦都有好多人將所有寄託放喺仔女身上，仔女孝順固然值得欣慰，但你要記住佢哋有自己嘅生活重擔，工作壓力，自家家庭養育細路嘅負擔。如果你大小事都依賴佢哋後入面唔會埋怨，但內心壓力巨大。真正醒目嘅老人家唔會苛求仔女，反而盡量唔好成為仔女嘅負擔。自己過得安好，仔女先至放心。仔女冇後顧之憂，先可以安心經營自己生活，全家和樂，先至係真正嘅天倫之樂。如果日日打電話騷擾，今日叫佢哋幫手，聽日又有瑣事要佢哋處理，壓到佢哋透唔到氣，兩代人關係只會越變越差。唔好去煩仔女，唔係斷絕來往，正係因為愛惜佢哋，先至好好打理自己，唔拖累佢哋。呢份先係高層次嘅疼愛。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修身放喺第一位。乜叫修身？就是先理順自己，安頓好自己，自己通透安樂，屋企自然和睦，屋企和順，身邊所有人都舒心。
夫妻要内向外延伸。如果你自己一日愁眉苦臉，又點樣令身邊人開心？所以60歲之後第一件要務就係照顧好自己，呢個唔單止係責任，亦都係屬於你自己嘅權利。前半生大半時間都為其他人活，後生為父母，中年為仔女，家庭生計奔波，而家終於輪到為自己而活。你們欠任何人，只需要對得住自己。好多人聽到為自己，以為覺得係自私。我講俾你知，呢個唔係自私，係清醒，可以好好照顧自己嘅人，先有餘力關懷他人。自己活得開心，先可以將快樂分享俾身邊人。連自己都安頓唔好，又點樣去愛護其他人？所以善待自己，為自己而活，唔係自私，係自愛。最後想同大家講一番說話，人生好似一棵樹，年輕的時候拼命向上生長，越高越好，中年開始向下扎根，根扎得越深，樹木越穩固，到咗晚年，棵樹就要開始收斂，唔再追求外表枝繁葉茂，反而修煉內裏，變得厚實沉穩。60歲之後嘅歲月就係樹木收生固本嘅階段，唔使再出外面爭名逐利，只要紮穩根基，修正好內鄉世間嘅熱鬧風光，你大半世已經抬高，是時候靜下心欣賞內鄉嘅風景，外界嘅喧囂艷吵，你經歷晒而家該享受內鄉嘅寧靜。養好身體，你先有四處走動嘅本錢，熟聞機趣，你先有安身立命嘅保障，調順心態，你先有源源不絕嘅快樂源泉。呢三件事唔係什麼驚世大事，但只要堅持做到，下半世一定過得自在舒服，唔使依靠任何人，單憑自己都可以活得有體面有光彩。你知唔知人生最大嘅幸福係咩？唔係擁有幾多身外物，而係唔需要再不停追逐。瘦身成業想得到更多錢、更大屋、更高地位，但到咗呢個年紀先至慢慢醒悟，擁有得越多，背負嘅負擔反而越重。簡單樸素先至獲得真正自由，那就係老子講嘅小則得。多則惑，所求越少，收穫嘅快樂反而越多，執念越多，反而迷失本身。60歲之後嘅人生其實好簡單，你唔使再向任何人證明自己，過往本身已經足夠，你都唔需要不停追求新事物，該擁有嘅都體驗過，淨係需要用心感受當下每一日，好好珍惜屬於自己嘅時光。朝早起身飲杯熱茶，望住天光慢慢亮起，天氣好就落公園同老友傾偈，落雨就留喺屋企做自己中意嘅事。夜晚瞓覺之前同自己講一句今日過得好滿足，呢啲睇落平平無奇嘅小事，先至係人生至高嘅幸福。當你真正體會到平凡日子嘅珍貴，先算係活通透。古人講從心所欲不逾矩，隨心做自己想做嘅事，但會逾越本分規矩。那種境界唔會從天而降，是由今日開始一步一步修行出來，由今日起養生守財修心，日積月累，晚年必然舒心安樂。呢份安樂唔係大富大貴，而是內心充盈；唔係身壯魚傩，而是心境平和；唔係身邊賓客成群，而是獨處亦都自在。人生苦短，轉眼就過，唔好等到老到遇唔到先至追悔莫及。由今日開始善待自己，認真過好每一日，你已經為其他人勞碌大半世。剩低呢段歲月，好好為自己行一趟。祝願大家喺人生下半場活出真實嘅自己，活得開心從容自在。